2026年刚开年，国际舞台便爆出震撼剧情。1月3日，美军在南美洲上演了一场石破天惊的行动，突袭委内瑞拉，活捉该国总统马杜洛及夫人，并迅速押解至美国纽约受审。一时间，全球哗然。谁能想到，美国竟真的派出特种部队直捣加拉加斯权力心脏，将一国现任元首生擒活捉。这被川普总统称作一次完美执行的展示美军代号绝对决心行动。行动过程充满惊险。据透露，马杜洛直到被擒前3分钟才发现美军突袭，可一切为时已晚。委内瑞拉号称南美最强的防空系统采购，自中国的雷达与防空网络在美军电子战和精确打击下竟然瞬间瘫痪，未能发挥作用。许多网友讥讽道，中国制造卖出天价，最终形同虚设，看来中国才是最大的赢家呢。但对那些仰赖中俄军事装备的国家而言，这无异于当头棒喝。马杜洛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民众走上街头狂欢，高喊着自由了。西半球多年来首见的集权统治垮台，似乎就此拉开序幕。同时，世界另一端的独裁领袖们心头一震，美国的斩首剧本真的付诸行动了。今天是马杜洛，明天会轮到谁？据中国官媒背景的评论指出，今天是委内瑞拉，明天可能就是任何一国。文章直接点名古巴、哥伦比亚，甚至丹麦此刻都处在危险之中。为什么连丹麦都上榜？原来川普政府再次提及对格陵兰的野心，声称美国绝对需要格陵兰来保卫国家安全。丹麦首相闻之大怒，斥责美方的威胁荒谬至极，强调格陵兰不是待价而沽的商品。种种迹象显示，美国这一次来真的了，他仿佛不再受传统国际规则束缚，主动出击，推翻对手政权的剧本已经开演。川普总统则在空军1号上意气风发地对媒体表示，委内瑞拉之后，下一步听起来不错的是哥伦比亚。他直指哥伦比亚总统裴卓是个制造并贩卖古柯碱的疯子，扬言其政权病得很重。时日不多，川普政府早就对这位各国首位左翼总统极度不满，多次施加制裁，现在甚至不讳言考虑对他复制委内瑞拉模式的军事干预。与此同时，川普倒是对古巴相对淡定，认为哈瓦那政府失去委内瑞拉石油供应后已是风雨飘摇，美国不必亲自动手，因为古巴正在走下坡路，自己就会垮台。白宫的强硬表态让拉美左翼政权如坐针毡，伟国之后谁是下一个？难道昔日美国在西半球的老对手们要像多米诺骨牌般一一倒下吗？就在活捉马杜洛行动大获成功的第2天，一张耐人寻味的照片出现在白宫官方社群账号。照片中，川普总统大步走上阶梯，画面黑白而庄重，映衬着巨大的字样 Faithful。 川普贴文写道，游戏结束 Faithful。 这串字母是充满粗鄙色彩的缩写，意为敢来乱就试试看。如此直白的狠话，仿佛警告世人，谁若胆敢挑战美国，结局不会有好下场。观察家们惊呼，Faithful 俨然成了美国最新的外交语言。更令人心惊的是，许多人解读这则贴文，其实剑指北京与莫斯科。美国借此宣示，任何支援马杜洛政权的势力，乃至其他与美作对的中俄等国，都别轻举妄动，否则就等着自食恶果吧。北京与莫斯科对此立刻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外交部谴责美军侵入委内瑞拉是对主权的粗暴践踏，在联合国安理会配合俄罗斯一起提出谴责美国的动议，尽管最终遭美方否决。中俄媒体也纷纷警告美国不要玩火。莫斯科称美国此举将世界带回丛林法则时代，北京则渲染这是颜色革命 2.0， 指控美国要把拉美当作棋盘，再度启动门罗主义。然而面对中俄的抗议，川普政府不为所动，相反的，华府开始向全世界高调宣示马杜洛垮台的战利品。例如，川普宣布委内瑞拉新政府同意向美国移交至少3000万桶石油，优先偿还美国债权，甚至传出这些石油将挪作填补原本供应中国的份额。美国此举无疑是斩断中俄在委内瑞拉的利益链。多年来，中国在委国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贷款和石油合作，
俄罗斯也派驻军事顾问巩固马杜洛政权。如今美军一夜推翻马杜洛，北京和莫斯科不仅血本无归，更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势力范围被美国夺回，这对中俄而言是奇耻大辱，更是战略重创。更令人瞠目的是，川普对国内外媒体直言不讳地暗示，委内瑞拉不是终点，美国的剧本还有后续。他在受访时微笑着说，今天的行动非常完美，我想这对那些非常生病的国家也是一个讯号。当被问及是否意味着下一步针对古巴或其他国家，川普语带玄机地答道，我们的确需要格陵兰。联想他过去曾疯狂想收购格陵兰，如今语气虽轻描淡写，实则强硬。连堂堂北约盟友丹麦都被他点名，最危险，足见美国不设禁区，凡妨碍美国战略者皆可成目标。有分析称，五角大厦早已拟好多套推翻敌对政权的行动蓝图，委内瑞拉只是开场，从拉美的独裁者到中东的神权领袖，乃至亚洲的红色强人，都在华府的清单上。这种论调也许夸张，但现在的态势就是，美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干掉一个马杜洛，正极大地震慑着其他被美国视为对手的政权。而此时此刻，在遥远的中东伊朗，民众掀起的抗议怒火正熊熊燃烧，街头响起了一句格外引人注目的口号，川普，伊朗在等你。这句话透过印制的贴纸被张贴在德黑兰及多座城市的公车、汽车车身和墙壁上，也有人高声喊出这个口号，仿佛在回应国际上谁是下一个的疑问。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们发出请求，川普，我们等着你来拯救伊朗。要知道，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一向指责国内异议分子是美国代理人，声称抗议是外国煽动。然而这一次，民众竟自己喊出求援美国的口号，等于公开对独裁者示威。是的，我们宁愿接受美国的帮助，也要推翻你。如此惊人的场景，在伊朗当代史上前所未见，无疑反映了民怨的极度沸腾。这波伊朗全国抗议并非无风起浪，进入2026年后，伊朗经济进一步恶化，货币里亚尔狂贬，物价飞涨，民生困苦达到临界点。在新年前后，全国各地不约而同爆发示威，从首都德黑兰到偏远乡城，抗议迅速蔓延至全伊朗31个省中的27个。学生、商人、工人、家庭主妇，各阶层民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喊自由、妇女、生命、自由等口号，要求结束神权统治。人们公然焚烧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肖像，有些地方甚至推倒了伊玛目霍梅尼的雕像。最让当局震惊的是，不少示威者开始呼喊巴列维王朝万岁，举着前王室的照片游行。他们呼唤流亡海外已久的巴列维王子回国复辟，期盼结束47年的神权体制，重回世俗文明的怀抱。从打倒独裁者哈梅内伊到让巴列维回来，伊朗人民彻底撕裂恐惧，撕下政权赋予他们的美国走狗污名标签，义无反顾地向统治者宣战。面对席卷全国的动荡，哈梅内伊当局如临大敌，迅速祭出铁腕镇压，革命卫队和镇暴警察荷枪实弹，对抗议者发射霰弹、催泪瓦斯，甚至据传多处直接开枪射击。网络上流传的影片显示，安全部队冲进医院抓走示威中受伤的平民，在医院走廊和院区胡乱投掷震撼弹，导致无辜伤患也受波及。在西部伊拉姆省，有伤者被抬进医院，又被军警拖走。在洛雷斯坦省，一些出席游行丧礼的民众遭到子弹镇压，场面血腥混乱。南部法尔斯省的街头出现流血倒地的青年，他的大腿中弹，鲜血直流。抗议爆发短短10天内，至少已有30多名示威者丧生，2000多人被捕关押。局势之紧张，远超2022年那场示威。当年因头巾问题抗议，约500人遇难，仿佛伊朗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然而镇压越残酷，民众的怒火反而越高涨。传统伊斯兰历的习俗，每当有人遇难，40天后都要举行哀悼纪念。此刻，每一名示威死难者的40日记都变成新的抗争引爆点，亲友邻里成群结队上街纪念时，再度爆发更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此起彼伏，使得当局疲于奔命。更雪上加霜的是，
连伊朗精英阶层和体制内人士也开始动摇。有消息称，一名圣城旅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军官因不满镇压而叛逃出走，部分地方的警方拒绝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一些军警甚至放下武器加入悼念行列。虽然官方极力否认内部出现裂痕，但革命卫队高层近日接连发出警告，暗示有人不忠诚。就连刚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伊朗女权运动家穆罕默迪，也在参加遇难者悼念活动时被当局2度逮捕。镇压之狠，连国际知名人士都不放过，进一步引发全球谴责。可以说，哈梅内伊政权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面对内外交困，86岁高龄的哈梅内伊似乎也在做最坏的打算。令人跌破眼镜的爆料随之传出。英国情报圈透露，哈梅内伊已拟定一套逃亡计划，如果抗议蔓延全国无法控制，特别是万一镇压机构出现大规模倒戈或拒绝执行命令的情况，哈梅内伊将考虑立刻离开德黑兰，寻求国外避难。而他选中的流亡目的地据称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消息指出，哈梅内伊只信任普京，除了投奔莫斯科，他别无他处可去。而且早在去年，他就目睹以色列与伊朗代理人爆发短暂战争后，自己的身心状况每况愈下，愈发偏执多疑，因此秘密制定了这个离伊应变方案。这项逃亡计划仅有哈梅内伊核心圈极少数人知情，相关巨额资产也已提前转移海外。计划还参考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塞德过往往返俄国避险的模式。内战期间，阿塞德曾数次在俄罗斯庇护下暂避锋芒，哈梅内伊显然深知，一旦局面失控，唯一可能庇护他的也只有俄罗斯了。哈梅内伊的 B 计划曝光后，伊朗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这等于坐实了最高领袖对局势恶化的恐惧，也极大挫伤了支持者的士气。试想，一国领袖预先准备好逃跑路线，这无疑显示他自己都不相信能守住政权到最后一刻。消息传出后，德黑兰街头的示威者更加大胆，有人举牌讽刺，哈梅内伊准备好尿布上飞机了吗？同时，海外反对派人士也士气高昂。流亡美国的前王储里萨·巴列维，已故巴列维国王之子，近日频频发声，他赞扬国内民众的英勇抗争，并呼吁伊朗军队站在人民一边。据说，巴列维王子甚至收到了某种神秘讯号，他在社群媒体上暗示，回家的时刻也许不远了。这番话引发外界联想，难道西方已在私下默许巴列维作为未来伊朗过渡领袖的人选？毕竟，就像委内瑞拉有瓜伊多被美欧承认为临时总统，伊朗推翻现政权后，势必要有新领袖站出来。里萨·巴列维在海外拥有一定支持，他若获得美国点头，很可能扮演类似角色。对历经多年镇压的伊朗人而言，这简直像黑暗中的一束光。他们一面在街头流血奋战，一面期待着海外援军与新希望的降临。事实上，美国方面也确实在行动。川普政府明确表示对伊朗抗议者的支持。早在1月初，川普总统就警告德黑兰当局，切勿血腥镇压示威者，否则美国将介入。他在自己的社群账号上发文称，如果伊朗像以往那样对和平示威群众开枪，以暴力杀害他们，美国武器已经上膛，准备好出手营救示威者。这前所未有的强硬表态，一改过去美国对他国内政冲突口头谴责为主的做法，直接划下红线，重演天安门式的大屠杀，将招致美军介入。伊朗政权闻之大为紧张，纷纷跳出来高声呵斥。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拉里贾尼斥责美国和以色列在幕后煽动伊朗动乱，警告川普不要插手伊朗内政，声称美国一旦介入，中东将陷入混乱，美军在中东的士兵将无处遁形。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也火速致信安理会，要求各国谴责川普的威胁言论，并警告华府必须为任何局势升级负责。然而，川普的强硬推文发出后，美军驻中东部队虽未见大规模调动，但白宫幕僚私下透露，美国有许多不动声色的支援方式，不一定需要直接派兵。比如，美方正透过卫星和技术手段协助伊朗保持对外通信。伊朗当局多次下令全境断网，企图切断示威者联系。每当此时，
美国商用卫星星链计划立即提供支援，让抗争现场视频得以继续传出。再如，华府正在准备新一轮严厉制裁名单，锁定镇压责任者，冻结他们在海外的资产。更有甚者，消息称美国和盟友已展开一些秘密行动，暗中破坏伊朗政权的关键运作，例如网络攻击政府部门、资助地下反抗组织等。这些幕后行动或许悄无声息，但足以让德黑兰当局心惊胆颤。一时间，伊朗政权四面楚歌，内有群众抗争如火如荼，外有美国环伺，步步进逼。在活捉马杜洛成功后，美国舆论和智库开始公然讨论伊朗会不会是下一个。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爆料称，华府确实在研究复制委内瑞拉剧本对付伊朗的可能方案。如果伊朗局势继续恶化，美军不排除采取快速斩首行动的选项。毕竟连总统马杜洛都能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抓走，何况伊朗并非没有破绽。分析指出，美军早在多年以前就推演过对伊朗的各种军事打击，包括定点清除核设施、攻克波斯湾防御以及斩首领导阶层等计划。如今伊朗内乱、批变或许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切入点。一旦革命卫队的大部分兵力自顾不暇，美军特种部队完全可能在盟友，例如以色列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配合下，出其不意地直取德黑兰中枢。哈梅内伊会成为下一个马杜洛吗？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个夜晚，美军隐形战机悄然飞临德黑兰上空，投下震慑弹。另一边，反抗军和愤怒的市民冲破高墙，包围了领袖官邸。当哈梅内伊仓皇乘车逃往机场时，早已潜伏的美国三角洲部队在跑道将其拦截，像逮捕马杜洛一样将他押上一架飞机。这听来如电影桥段，却未必全无可能。毕竟在伊朗，不少民众是欢迎外国力量介入的，他们甚至早早准备好挥舞星条旗迎接解放者。当年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时，法国人夹道欢呼解放军队，或许未来某天，德黑兰街头也会响起类似欢呼。这正是许多伊朗人梦寐以求的画面。当然，伊朗并非委内瑞拉，伊朗的军力和国土辽阔程度远胜美国，且拥有更狂热的意识形态武装。美军若针对伊朗动武，风险和难度要高出数倍。此外，伊朗背后还有与美国实力更接近的两大靠山中国和俄罗斯，这就让整盘棋局更加扑朔迷离，也更加惊心动魄。或许美国瞄准伊朗，从某种角度正是瞄准北京与莫斯科的一部远交近攻策划。长期以来，中俄与伊朗结成一条抗美战线，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战场上并肩支撑巴沙尔政权。最近俄军还大量采购伊朗无人机，用于乌克兰战争。中国则与伊朗缔结所谓25年长约，投入巨资获取廉价石油，在国际场域力挺伊朗对抗美国制裁。可以说，伊朗政权虽然饱受制裁，却有中俄这两个大国在背后输血续命。现在美国一方面在乌克兰拖住俄罗斯，重挫普京军威，另一方面在中东鼓动推翻伊朗神权，等于斩断熊与龙的触角。如果伊朗政权垮台，新政府倒向西方，那将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一个重要盟友和武器市场，中国失去一个能源供应伙伴和地缘棋子。更严重的是，那将证明美国主导的民主输出战略全面胜利，士气之振奋足以对中俄本身产生连锁冲击。在北京与莫斯科的权力中枢，想必如今也恋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普京虽然嘴上声援伊朗，痛批美国倒行逆施，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国内同样有反对声音，只是被强力压制。一旦乌克兰战场再有闪失，经济困顿引发俄罗斯人民走上街头，会不会有一天克里姆林宫外也响起推翻普京的呼声？而美国和北约会否乘势在俄势力范围内加码动作，乃至支持俄国内反对派？去年瓦格纳兵变的惊魂还历历在目，普京绝不敢掉以轻心。莫斯科近期强化了对政敌和媒体的监控打压，甚至把斯大林时代的叛国罪大帽重新祭出，加重对敢于质疑官方声音者的惩处。一些迹象显示，俄政府正强化首都的防空和卫戍力量，生怕出现任何斩首苗头。有传言称，克里姆林宫附近部署了新型防空导弹，
城市上空尽飞无人机，显然马杜罗的下场也让普京提高了警惕。至于北京方面，更是密切关注着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局势变化。习近平政权近年来内部问题丛生，经济下行，失业率攀高，地产与金融危机暗流涌动，社会不满情绪上升。2022年底，中国各地爆发白纸革命，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严苛清零政策，让北京当局大惊失色。虽然那场抗议迅速被压制，但也显示出中国并非铁板一块。如今看到伊朗民众揭竿而起，甚至高喊着要外国势力帮忙推翻本国政府，习近平岂能不戒慎恐惧？最近北京也在加强社会控制，一方面在舆论上高调支持伊朗，维护国家稳定，暗批美国煽风点火；另一方面，据传北京警方进一步升级了对集会和网络言论的监控，生怕伊朗模式的抗议被中国民众效仿。甚至有消息说，北京临时禁止了一切低空航拍无人机飞行，防止有人投放煽动性传单或进行抗议快闪活动。这种紧张程度让人想到苏联解体前夕东欧风暴时各共产国家的风声鹤唳。同时，习近平也试图拉拢中东国家，以防止美国势力做大。去年中国曾斡旋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恢复邦交，一度让人以为北京在中东影响力上升。然而马杜洛被擒，伊朗动乱，说明中东局势仍在华府掌控之中，北京的如意算盘面临挑战。如果伊朗政权更迭，整个中东版图都可能重新洗牌，亲美阵营大增强，反美势力土崩瓦解。届时北京不仅失去在伊朗的投资和能源合约，连带一带一路在中东的推进都会受阻。习近平或许不得不考虑一个最不愿面对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中国国内局势失控，美国会不会也对北京复制同样的剧本？例如煽动境内外反对势力遥相呼应，乃至直接介入台海或南海冲突，以削弱中共统治。川普虽然一向把重点放在贸易和经济对抗上，但如今他的手段似乎更加胆大，难保不会对中国内政伸出更凶猛的手臂。也许正因如此，中国官方对美国近期的动作极尽抨击，同时加紧与俄罗斯抱团取暖，声称要共同抵御外部势力颠覆。毕竟一旦伊朗这一环节失守，下个被孤立削弱的可能就是中俄本身。美国真的有那么大的野心和能力吗？或许我们正见证冷战结束后最大的一场地缘政治豪赌。川普政府的强硬派们似乎相信，经过多年准备，美国完全可以同时对多个对手发起进攻，经济上掐断他们的命脉，军事上孤立削弱，舆论上鼓动群众，必要时快速出手斩首。他们的终极目标不只是几个地区小霸，而是要彻底改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残存的集权版图。从委内瑞拉到伊朗，从平壤到哈瓦那，甚至瞄准北京与莫斯科，仿佛一场新版的自由中计划正在展开。这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的场景。当年美国总统雷根大力推行军备竞赛和自由民主价值输出，东欧共产政权在短短2年内相继倒台，最终苏联解体，冷战以美国完胜告终。如今2026年的风云，难道是历史重演的前奏？还是说美国高层有意趁着自身军力和经济仍占优势，抢先发难，免得再给中俄发展崛起的机会？当前看来，美国国内两党在对华强硬、对俄制裁上几乎空前一致，就连对伊朗问题也少有地不调相近。这种战略共识使得外界预期，即使未来政坛轮替，美国对上述对手的强势路线也将延续。也就是说，中俄伊等国接下来恐怕将面临长期而多面的进攻，经济上被持续围堵，外交上被孤立削弱，军事上被极限施压，内部则不断遭受民主化冲击。当然，对中俄伊而言，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哈梅内伊已经放话，绝不向敌人屈服，普京更不可能束手就范。习近平则强调要维护政权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我们可以预见，一场大博弈正在上演，充满了未知的惊险转折。美国能否在不引发世界大战的前提下达成目标？这些压力下的政权会不会铤而走险，以极端方式反扑？比如俄罗斯是否有可能动用战术核武来挽回败局？
中国会不会对台湾或其他地区采取冒险行动转移矛盾？伊朗政权会不会在垮台前疯狂报复，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对以色列下黑手？每一种可能性都攸关全球安危。在这场复制马杜洛剧本的连环剧中，美国或许有机会达成前所未有的胜利，但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与代价。2026年的序幕刚刚揭开，世界格局就已风起云涌。我们看到伊朗人民在街头前仆后继，将生死置之度外，只为摆脱暴政。我们看到美国重拾强硬手腕，似乎决心要将自由的旗帜插遍那些黑暗角落。我们也看到独裁者们惶惶不安，纷纷寻找后路或死撑强颜。这一切仿佛一出巨大的历史剧正在上演，其剧本可能早已写好，但结局仍待人民和时间去改写。川普，伊朗在等你这句来自波斯街头的呐喊，是绝望中的呼救，亦是希望的宣示。它代表着专制统治下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期待，也代表着他们勇气与决心的爆发。而川普政府对此做出的回应，将深刻改变中东乃至整个国际秩序。接下来的日子或许更加惊心动魄。伊朗政权能否挨过此劫？美国会不会真的大举介入，让德黑兰、意志、古巴、北韩等是否会不委内瑞拉后尘相继崩塌？甚至中俄这两大强权本身会否在内外交困下发生巨变？世界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究竟谁将笑到最后？是力图复制马杜洛剧本的美国完成他描绘的宏图霸业，还是那些垂死挣扎的极权者上演回光返照，反扑撼动国际局势？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拭目以待这场人类政治棋局的终局之战。如今的伊朗街头，每一声怒吼，每一滴鲜血，都在加速那关键时刻的到来。而当关键时刻真正降临时，将改写的不仅是伊朗的命运，也是中俄以及整个世界接下来走向。